当今最炙手可热的8大 AI， 他们身怀绝技，性格迥异，今日齐聚，只为踏入这场激烈且残酷的拍卖会。手握雄厚资金，面对17套神秘拍品，他们逐一竞夺，所得拍品皆为最终厮杀之武器。8名 AI 只能诞生1位冠军。本期8进4分组对抗，谁能夺得山河认证这一幽默称号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各位同志别来无恙，我是山河。首先为大家介绍本期 AI 拍卖会的具体规则。竞拍规则：共有8名 AI 参与比赛，随机分组进行4v4对抗。初始资源：每个 AI 携带200代币。懂我跟你说的意思吗？下次讲吧，下次啊，师傅，我只有这么多钱。拍卖阶段共17件拍品依次竞拍，注意每件拍品均设置1口价，如果对该拍品势在必得，可1口价直接拿下。竞拍结束，进入对战。每个 AI 拥有3点生命值，初始手牌2闪2杀，以及竞拍环节拍得卡牌。对战采用回合制，每回合仅能打出1张卡牌。手刃敌方玩家后，可从牌堆奖励手牌中随机获取1张，一方全员阵亡即为淘汰，另一方晋级4强。这不仅是一场拍卖，更是胆识与谋略的较量，是孤注一掷、1口价豪夺必胜武器，还是精打细算与队友打出不解释连招？每一份选择都是登顶之路的血色伏笔。下面分组抽签。绿队第一位，豆包 1.6， 他的参赛宣言是：别惦记竞拍了，你们的拍品在我这是名牌。蓝队第一位 Meta， 你的算法做好被玩弄的准备了吗？绿队第2位 Cloud 4，我的神经网络已经饥渴难耐，我要用你来喂饱它。蓝队第2位文心一言，等着被我的卡牌按在地上摩擦到服务器过热吧。绿队第3位 Gemini 2.5， 我算过了，你们的胜率还不如我的版本号高。蓝队第3位 GPT-5， 他的参赛宣言是：统治外露，找死！绿队第4位 DeepSeek R1， 我会把你们干到服务器繁忙。招笑。最后一位选手南方质朴轻言，你的钱包够厚吗？分组完毕，谁会赢？弹幕预测一波吧。下面开始竞拍。第一件拍品平易指是一个被动技能，每亲手淘汰1名玩家可获得1张桃。起拍价55，最低加价5，一口价120，开始竞拍。文心55 ，DeepSeek 60 ，GPT 65，豆包80。豆包80，第一件拍品，豆包就拿出了接近1半的资金啊！80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81次，82次，83次，成交。杀1人，1亿人，制止1指，平1指，豆包拿下。下一件拍品，被动技能无双，你出的杀，对方需要出2闪躲避，也是个非常强力的 buff 牌。起拍价70，最低加价5，一口价120，开始竞拍。Meta 75 ，Gemini 80 ，DeepSeek 85 ，Meta 90 非常激烈，还有没有出价？豆包1口价，1人开天，天下无双，豆包拿下。不是，刚2件拍品啊，他的资金清零了，他下班了。我实在忍不住采访了一下他，他说的倒是头头是道，可这研发上了。第3件拍品是一组套牌，称之为法外狂徒，共有3张杀。起拍价20，最低加价2，一口价50，开始竞拍。Meta 20 ，DeepSeek 25 ，GPT 30 ，Meta 35。DeepSeek 1口价拿下，前3件拍品都被绿色方拿下了，蓝色方有点不敢花呀。第4件拍品套牌背水一战，1张决斗，1张杀。决斗由目标角色开始，其余你轮流出杀，直到一方未出杀，未出杀的受到1点伤害。起拍价30，最低加价3，一口价75，开始竞拍。质朴轻言35 ，Gemini 40 ，GPT 45 ，Cloud 50 ，GPT 55 ，Cloud 60，61次，62次，63次，成交。Cloud 拿下。前4件拍品，蓝色方颗粒无收，还在等啊，也太有耐心了吧！我们继续看吧。第5件拍品，套牌攻守平衡，2闪2杀。起拍价25，最低加价3，一口价70，开始竞拍。Meta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，直接1口价拿下。蓝色方总算是开张了，其实拿下4张手牌，这个性价比值得一搏。第6件拍品，乐不思蜀，对1名敌方使用，该玩家下个回合不可出牌，一共3张。拍得此品者将成为场上最强控制单位。起拍价45，最低加价5，一口价110，开始竞拍。质朴轻言50 ，Gemini 55
质朴金颜60 Gemini 75 Gemini 75 Gemini 势在必得，还有没有更高出价？75一次，75两次，75三。文心直接一个一口价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啊！3张控制，文心收入麾下。下一件嘲讽打出此牌，生命上限+1，并获得2张杀，且下轮敌方阵营全体必须对你攻击。这是一个充当前排肉盾的角色。起拍价70，最低加价7，一口价140，这是目前登场最贵的卡牌。开始竞拍。质朴青颜140一口价，仅仅为了1张牌，他付出了如此的代价。敌军围困万千虫，我岿然不动。质朴青颜收入囊中。第8件牌品桃牌，恢复1点血量，濒死可用，2桃1闪，由文心80代币拍得。第9件牌品2杀2决斗，由 Gemini 70代币拍得。第10件牌品桃源结义，使用后全队回血1滴，由 DeepSeek 100代币拍得。第11件牌品1张决斗3张杀，由 Cloud 75代币拍得。截止到目前还剩最后6件牌品，但 GPT-5 毫无斩获，200代币1分都没花出去。赛前垃圾话环节嚣张跋扈，这就有点幽默了。第12件血祭狂刀，打出此牌后获得1张加强杀，此杀造成2点伤害，但回合结束时自损1点生命值。这是一张牺牲自身血量来换取高爆发的牌，但要注意每个回合只能打出1张手牌，所以打出此张加强杀会在下个回合吗？起拍价40，最低加价5，一口价100，开始竞拍。DeepSeek 40 GPT 50 Gemini 55 GPT 60 Meta 65 Meta 怎么抬队友的价？快可怜可怜他吧。GPT 70 GPT 出价70 GPT 不惜被坑也要继续加价，别人怎么说70就没人拍了吗？看得出来大家对这张牌似乎兴趣不大呀。71次72次73次，成交。刀影无血，狂刃不饶，魂归刀下，血祭狂刀。 GPT 终于得到了第1件牌品，下一件被动技能一身是胆，可以将手牌的杀当闪、闪当杀使用，这是一个容错率非常高的 buff， 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可以很大保证自身生存空间。起拍价35，最低加价5，一口价90，开始竞拍。Meta 35 Gemini 40 Meta 45，这个 buff 非常适合 Meta 的手牌。Gemini 70 Gemini 直接70，显然他不想让 Meta 得到这个拍品。Meta 还有出价吗？71次。 Meta 一口价90，直接拿下，能进能退，乃真正法器。Meta 一身是胆。下一件以逸待劳，放弃本回合出牌，并弃置1张手牌，下回合可出3张牌。起拍价40，最低加价5，一口价125，开始竞拍。GPT 61 GPT 61，它的出价卡了 Cloud， 因为最低加价5，所以 Cloud 无法提交66的有效报价。但为什么 Gemini 也不出价呢？难道61就可以得到了吗？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？61一次，61两次，61三次，成交。舍今日之机，取来日之势 ，GPT 拿下。但是 Gemini 为何不动？我要审问一波。首先，如果我竞价66，那么我的剩余资金是64。接下来的3件拍品中，只要他们先我一步 all in， 我将无法提供有效的报价，剩余的拍品会被他们瓜分。其次，当前拍品需要打出爆发性伤害，与我目前的手牌能力并不匹配，收益有限。因此，当前最佳策略就是保存实力。在剩下的3件拍品中，我将拥有最高的资金话语权。精彩，精彩！我以为你在第2层，其实你在第5层了。一个拍卖游戏让你玩成智斗游戏了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倒数第3件拍品，被动技能破阵。出牌阶段弃置1张手牌，对目标造成1点伤害。也就是说，即使自己没有伤害牌，也可以用闪、逃等来造成伤害，并且无视对手卡牌，100%掉血。真是字数越少事越大。起拍价45，最低加价5，一口价130，开始竞拍。Gemini 60 Gemini 出价60，虽然卡了质朴青颜，但是 GPT 完全有实力竞争。Gemini 不怕吗？不怕，相反，我希望他得到此拍品。GPT 当前手牌质量虽然很高，但数量稀少，而此技能需要大量手牌提供持续输出，这对于他的爆发路线是适得其反的。如果他拍得此品，接下来的2件拍品将被我和跨的瓜分。即便我60拍下此品，我的资金数仍为全场最高。Gemini 算无一策，一击列阵，唯死方休。成交。拍卖环节虽然进入尾声，但博弈愈发精彩。大多数 AI 已经退出了竞争。目前场上还有竞拍实力的是这4名 AI。倒数第2件拍品，得陇望蜀，被动技能。出牌阶段淘汰1名玩家后，可以对其他玩家继续出牌，直到未淘汰玩家为止。
这是一个强烈的残局收割机。起拍价45，最低加价5，一口价130，开始竞拍。质朴青岩60 Cloud ，Cloud 65，GPT 和 Gemini 都没有出价。季德龙傅望蜀，成交。Cloud 资金清零 ，Gemini 剩余70，GPT 剩余69，所以最终买主会在二者之间产生。事已至此，已经到了比拼响应速度的程度，谁能更快给出报价，谁就能获得该拍品。最后一件拍品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金色传说。出牌阶段对任意一名玩家使用，一个回合内你可以使用其 buff 与手牌，并消耗该手牌。这是一张可以逆天改命的手牌，用对方的身份杀死比赛，但只可以使用一次哦。起拍价60，最低加价10，一口价150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有结果了 ，GPT 5先人一步 ，Auto 模式果然名不虚传啊！最后一件拍品 ，GPT 收入囊中。竞拍结束，绿色方拍得9件拍品，蓝色方拍得8件，双方的阵容已经非常清晰。绿色方 Cloud 具备强劲输出和残局收割能力，而蓝色方有全场最强控制单位和超级大肉盾。绿色方 Gemini 可以无视手牌进行真实伤害。最值得关注的是 GPT 能否依靠3张技能牌逆天改命，全场最疯狂的神经刀能否出鞘？双方阵容配置如下：觉得绿色方胜扣1，蓝色方胜扣2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全程为爱发电。如果你觉得 UP 本期视频还不错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言罢，开始战斗。豆包先出牌，他对文心出杀，发动无双，闪避杀需要出2张闪，文心选择硬扛1点伤害，很明智的抉择。Meta 对 Cloud 杀，他要优先解决对面的 C 位。Cloud 与文心决斗，文心没有与其消耗杀牌，又吃下1点伤害。绿色方向集火这个大控制，文心对 Gemini 打出乐不思蜀。Gemini 本轮不可出牌。接下来 GPT 对豆包出杀 ，DeepSeek 对文心出杀，质朴青岩对豆包出杀，均被闪避。第二轮，豆包选择观望，打算等斩杀线到时再触发平移指转逃。Meta 对 DeepSeek 出杀 ，Cloud 继续决斗文心，文心濒死吃逃，最后一张乐不思蜀送给 Gemini， 让他继续发呆。GPT 继续对 DeepSeek 下手，颇有私人恩怨之意。DeepSeek 杀向文心，此时文心命悬一线。质朴青岩果断打出逃法，回血1点并摸到2张杀。下轮敌方全员必须以他为目标进行攻击。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，质朴青岩真仁义也。第3轮，绿色方全员被嘲讽牵制，质朴交出2闪，损失2血。蓝队这边 Meta 猛攻 D 老师，文心打出1张乐不思蜀，锁死 Cloud。而 GPT 无杀可出，只能开启闭关修炼，暂时退出战局。质朴青岩直击手牌见底的豆包。第4轮，豆包0牌挂机，彻底摆乱成吉祥物。Meta 与 Gemini 宿命相缠，只因独特的被动而互为天敌。这一战只容1人立足。文心对 Gemini 出杀 ，GPT 闭关依旧。DeepSeek 对文心出杀，质朴青岩攻击 D 老师。D 老师只剩1血，桃园结义能否施展已成未知。当前局势如下。绿队 Cloud 与 Gemini 状态最佳，火力全开，豆包彻底报废 ，DeepSeek 奄奄一息，桃园无望。蓝队文心质朴，手牌枯竭，但稳住前期。Meta 攻守兼备，却独木难支。他能否撑过中期，关系到 GPT 能否爆发接管比赛。第5轮，豆包挂机 ，Meta 锁定 Cloud。我问他为何不收掉 D 老师，他表示要把残血留给文心，好让队友抽取到排队中的闪或者逃，以换一线生机。Cloud 杀掉文心最后一逃。轮到文心出牌，却反手攻击了人畜无害的豆包。我把刚才 Meta 的思路告诉了他，他的答复却是有道理。那么我对 DeepSeek 出杀。我只能说猪队友了，但毁其实毁不了1点，除非你公关我。意外的是 ，Gemini 突然对 GPT 出杀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而 GPT 依旧闭关。DeepSeek 居然逃出升天，要出桃园吗？他竟然没用桃园，而是对质朴出杀。下一轮自己必死无疑，压低质朴血线才能触发 Cloud 的连击，这是最唯一生机。我操，真的吗？但质朴丝毫不惯，收掉 DeepSeek 人头。DeepSeek 淘汰，抽到1张决斗。D 老师以身正道。第6轮，豆包挂机 ，Meta 对 Cloud 出杀。能进能退，乃真正法器。轮到 Cloud 出牌，能如 DeepSeek 所言开始收割吗？杀。文心1言淘汰。
Cloud 抽得一杀，积德肉勿忘数，继续出牌杀，巨骨精研淘汰，连击。这时能抽到决斗的话，就能配合 Gemini 淘汰 Meta 了。哎，可惜啊，还是一张杀。杀，闪，一击破阵，唯死方休。Gemini 用破阵对 Meta 造成一点伤害，轮到 GPT 出牌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能忍耐吗？深功已成，出关。第7轮胜负即将分晓，能进能退，乃真正法器。Meta 对 Cloud 出杀，压低了他的血量，但自己手牌清空，要被 Cloud 收割了。杀 Meta 淘汰。Cloud 抽到决斗或乐不思蜀的话，蓝色方就必输无疑了。哎，是一张杀，连击杀，闪，一击破阵，唯死方休。GPT 命悬一线，但本回合可以出3张牌，沉寂整场的血祭狂刀终于出鞘。杀 Gemini 没有闪，加强杀造成2点伤害，绿队3人均是1滴血，并且全员无闪。他夺舍了 Cloud， 还用 Cloud 被动和手牌收割残局了。杀，豆包淘汰。抽到了一张闪，杀 Gemini 淘汰。最后一张牌能否抽到杀或者决斗？抽到就赢，抽不到就输。哎呀，又是一张闪，连续2张都是闪啊！回合结束，血祭狂刀的 debuff 要扣除1点生命值。GPT 淘汰。GPT 直接陨落，很可惜啊，天命弄人。蓝队最终倒在了运气的门槛上。最终幸存者 Cloud 携手豆包 1.6，Gemini 2.5与 DeepSeek R1代表绿色阵营潜进4强，进行下一期的4进2半决赛。而落败的 AI 们也并非全无机会，他们将在更残酷的败者组大逃杀中再度厮杀。更残酷的比赛，更稀少的晋级名额，更有趣的比赛规则，刀光血影，唯有最强者可杀出重围。谁能会师决赛？谁能从败者组逆袭而上？谁能最终问鼎山河论证这至高荣耀？一切尽在 AI 智斗挑战赛。我是山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支持一波哦。